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欢迎来听声声慢。最近有一部台剧叫做《无主之子》，它是在讲一位越南的移工来到台湾，他所遭受到的剥削，还有无国籍孤儿的处境。剥削这个词原本是指说挤压牛羊的乳房来获得乳制品，那现在呢是用来比喻以不公平、长期压榨或者是不道德的方式来对待被害者。我们这边讨论的是结构性剥削，由历史累积而成的社会架构而导致的剥削是难以被撼动的。马克思学派指出，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个剥削体，而整个资本主义是有系统性的架构在剥削之上的。外籍移工应该是台湾目前最严重的人类剥削对象。我今天讨论的范围只限蓝领移工的部分。蓝领移工分为社福移工还有产业移工。社福移工他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看护工作，除非他是在机构里面工作，他才能享有劳基法所保障的最低薪资等等的内容。但是呢，如果他是做一个家庭看护的话，它不适用于劳基法，它适用于就业服务法的规范之中。因为不适用于劳基法，所以工时没有被确切的规定。许多家庭看护呢，他们都超时工作，甚至有雇主他违反合约的内容，让看护去做并非他合约内的工作。有很多看护一直到聘期结束都还没有看过他的被照顾者。我们可以思考，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台湾的看护，他被雇主指派去帮孩子洗澡、去市场买菜，甚至打扫全家，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吗？为什么换个国籍，那大家的定义就不一样了？产业移工则是包括了渔工或者是制造作业员等等。剧中移工的工作刚好就是2019年台湾占比最高的3种产业移工的工作内容，分别是制造业的43万多人，还有营建业的4000多人，最后是渔工的12000多人。产业移工则适用劳基法，虽然有法，却其实没有实质的保障，而境外聘雇的渔工更不在劳基法的保护范围内。台湾渔业先前被欧盟发黄牌的原因，正是出自于遭受不人道对待的境外渔工，还有呢过度捕捞的海洋资源。好咯，防雷线来咯，就是不想被爆雷的，请去看完剧再来，连结在资讯栏好不好？拜托去看。那以下是我认为无主之子在影射的几个社会案件。文成刚来到台湾第一次登船的时候，他看到狭小简陋的住宿环境，直接傻住，而船上就是他以后在台湾要居住的地方。这让我想起2019年的10月1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宜兰的南方澳跨港大桥崩塌，桥下的3艘渔船被桥身压毁，所以造成船内的6名外籍移工不幸身亡。虽然渔工是在准备出航的时候罹难的，但是渔工夜宿船上的安全问题瞬间变成台湾大众关注的一个点。其实南方澳之前曾经有提供渔工住宿的安置中心，但是呢是为之前中国渔工所设置的。2001年12月，中国因台湾渔工人权低落而停止对台湾输出渔工，所以南方澳的安置中心成了蚊子馆。那发生了南方澳大桥崩塌这件事之后呢，宜兰县政府已经争取经费，准备要把安置中心转型成提供渔工住宿还有娱乐的一个多功能会馆。大家可以帮忙监督一下，看看宜兰县政府有没有真的兑现这个承诺。第二点是，当阿海他处理完他打完阿豪的老板之后，他就开始逃跑嘛。那他逃跑的时候，不幸遇到了一位警察。对，那个警察呢，他在桥墩上准备要把阿海抓起来，阿海却用石头丢那位警察，没有丢中，然后警察就对阿海连开2枪，他就心脏中枪死亡了。这件事其实蛮明显的，他是在影射2017年的8月31日。新竹1名陈姓警员还有2名义消一起去追捕一位逃跑的越南籍阮姓移工阮国飞。手无寸铁的阮国飞，他拿石头去丢警察，那这时候警察就连开9枪，阮国飞他中了6枪之后就当场身亡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说，部分警察对于东南亚移工执法过当或者是无故盘查的行为，跟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弗洛伊德事件是不是有点像？第3个是文成的跳海事件。你们小心嘛！我整那边就给你 OK 了，啊！
文成啊，他因长期在船上被干部殴打，被船长殴打，所以他在用鱼钩打伤船长后跳海逃逸。看到这个，我想要分享，在2015年的8月，有一位印尼移工 Supriyanto， 他在海上因遭施虐，所以死亡了。印尼籍渔工工会的 John Albert 指出，很多渔工常被船长打死后直接丢到海里，就下落不明了。还好 Supriyanto 的 case 他有被录影存证，从影片中可以发现 Supriyanto 的工作状况很惨，头部肿起，眼睛肿起，然后脚也肿起来，没有办法行走，看起来并不像是自己跌倒意外受伤。2位船员也跳出来指述，船长及轮机长常常在工作的时候用手或者是用工具去打死者的头部。文成和 Supriyanto 的情况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文成他是境内渔工，但是 Supriyanto 是境外渔工，再加上台湾远洋渔船为回避法规、增加获利或者是便宜行事，他们挂上了外国的国籍，成了权益船或者是我们说的幽灵船。船上存在大量的外籍幽灵渔工，渔业署至今都无法掌握这些幽灵船，也常以渔船为浮动领土为由，拒绝承担管理的责任。台湾远洋渔业中介与印非、柬埔寨、越南、菲律宾甚至北韩的官员进行勾结，哄骗船员上船的获利手法就是人口贩运。报道者也揭露，北韩的渔工竟然是不领钱的，只要把那些钱交给北韩政府就可以了。2016年，因为联合国看不下去了，他制裁台湾，所以渔业署规定禁止聘雇北韩渔工，但是北韩渔工还是一样一直存在在台湾的船上。这些结果是中介、是雇主、是政府的共业。我觉得就好像存在一块巨大的黑幕，把那一些见不得人的一团混沌全部包住。像是《神隐少女》里的河神，为了利益贪腐吃人，一切终将被引爆，流出恶臭的腐水。第4点是，阿豪因为工作意外残疾，被雇主强制遣送回国。这个跟一个事件超像的，这个事件被记录在一本叫做《奴公岛》的书。不要怀疑，奴公岛就是台湾。那个主角叫做辛地，辛地跟阿豪一样是合法的移工哦。他负债付了10万给台湾的中介，原本是要去薪资较高的工厂，却被中介带到雇主家做女佣，与当初合约里面说的完全不同。几乎24小时待命工作的辛地，努力向劳工局申诉，才成功转换了雇主。但情况没有变好，他在工厂加班时，他的右手被冲床机压碎。但雇主却因他失去工作能力，遣送他回国，和解金10万，一只值10万的右手。讽刺的是，这个价格跟当初辛地付给台湾中介费的金额一模一样。董事长，他手都没了，而且我们没有保意外险，他拿不到其他赔偿金嘞。这不是意外，是伊家己无小心。吴经理，你去联络中介过来改改用，互伊登记。第5点。为什么文成、阿海还有子涵，他们纷纷看到身边的人被雇主暴力对待，却不选择报警？根据目前的就业服务法规定，移工要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而且要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才能顺利转换雇主。如果投诉不成，可能会遭到雇主更卑劣的暴力对待。虽然文成啊，他在船上被干部暴力殴打，但是呢，他不是选择报警，而是用鱼钩重伤了台湾的雇主。阿海也用棍棒打晕了欺负伴侣阿豪的冠老板，2人便从合法的移工成为逃逸移工。通常我们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就是这一些结果，但是前面发生的来龙去脉却不得而知，也很少大媒体会追加报道，这就是结构性剥削下的悲歌。再来谈谈子涵的状况，子涵是因为他小时候亲眼看见阿海叔叔死在警察的枪口下，而且因为子涵是没有身份的无国籍孤儿，所以平常对于子涵来说，警察的角色其实不是在保护自己，而是在刁难自己。子涵平时其实是会照顾比自己弱势的同事，但是因为对警察的不信任，所以要等到同事几乎已经被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不得已才选择了报警。在警察赶来的当下，他因为自己没有身份，所以拔腿就跑，而被警察误会为杀人犯。你去跟警察说，不是你做的。可是我真的很怕，你怎么都没做？
你就跳海了。我们都合适，也被警察打。第6点是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呢，文成啊，他在越南有妻小，可是劈腿，然后小兰明明知道人家有家室，还介入人家家庭，他们没有责任吗？对，他们绝对有责任要面对，但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拿来跟这个社会的常态去做比较，因为每个人的生存背景不同，掌握的资源也差很多，这样去比较甚至批评，非常的不公平。可能一般人有能力与伴侣花时间培养感情，可能从小就拥有非常宠爱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些优势。文成的工时长，在异地工作又被剥削，而小兰从小在缺爱的环境下长大，努力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爸爸，还有撑起家计。但是妈妈的眼中却始终只有哥哥，他们就像是彼此人生中的一块浮木。剩满牙烂。为什么？我说生命很脆弱，跟他们一样。文成。人生就是不停的一直在做选择，但每一次的选择至少要是自己能清楚知道后果的。一份不尊重受雇者知情权的工作是台湾的耻辱。其实我一开始看结局片时，也不能体谅为什么小兰不帮子涵办户口。本来就是台湾生啊，去台湾大汉的，你袂当领台湾的身份证，这无道理嘛。小朋友，你觉得你自己是台湾人吗？但推测小兰有可能是因为如果帮子涵办户口，现在的家庭有可能会像之前一样又再一次破灭。他只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这辈子得来不易的安稳的家。看完了无主之子美丽而忧伤的画面，我们除了同理国际移工深层痛苦的无力感外，其实可以试着解决问题。雇主对渔工的剥削都源于歧视。2012年3月一直到2016年的10月，有一艘来自台湾的权益船 Naham 3号意外的被索马利亚海盗挟持了1672天。菲律宾船员指出，在意外发生前，船长对于中国还有台湾的船员态度是最友善，其他国籍的船员每天工作18到21个小时，常常被殴打。中国船员的薪资也比其他国籍、东南亚国籍的船员高非常多。但在被海盗俘虏后，只有菲律宾船员会讲英文，能够跟海盗谈判，反而遭到海盗比较好的对待。因为陌生而产生的偏见，其实是会一点一滴的侵蚀着我们。多去理解情况，多点同理心，社会上的歧视问题会改善很多的。曾经我去菲律宾或者是台湾当地的东南亚超市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超市里面都充满着像是试用包那么小包装的生活用品，然后我就当下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完全没有环保的意识呢？后来我去参加了望见书监办的菲律宾小旅行，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新二代，也就是新住民二代。她说其实菲律宾人他们是领双周薪，听她描述才知道，小包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一次买大包装的东西，他们只能在领薪水的时候少量补充一点日常用品。当下我旁边的台湾女生哭了，然后我也好愧疚，自己曾经因为不理解而盲目批判别的族群。那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他们改变现况呢？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认识开始，可以参加活动啊，像是我刚刚提到的望见书监，它是在中坜，还有中和的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他们其实常常会不定期的办一些活动来促进文化的交流。那灿烂时光他们也会在冬天的时候协助民众捐赠冬天的厚衣服来给那一些在海上住宿的渔工。他们冬天真的非常的冷，你光在房子里面睡觉就那么冷了，更何况是在海上睡觉。记得那天我在望见书间吃了大家亲手做的哈鲁哈鲁，它是一种菲律宾的传统美食，一种以椰奶为基底的甜品，有加菠萝蜜。虽然看着老师加一大堆糖下去，大家都傻眼，但其实菲律宾人会那么重口味，是因为菜相对来说比较贵，这样就可以只用一点点的菜来配很多的饭，才能好好的吃饱。哦，听到这个我又觉得很崩溃。
对，就是这样。吃着过甜的点心，我觉得很满足。也许理解不同的文化，就要抛开那一种不适应的心，就能很舒服的去接纳它。另外，也可以到菜娃或者是 One40这两个组织的官网，那边有很多文章和影片可以深入的理解义工的状况，或者是进一步的捐款帮助他们这样子。我们平时可能觉得这些弱势族群的权益离我们太遥远了，但当我们是子涵或者是小兰的时候，自己深爱的人承受这样子的待遇，就没有人会替我们发声了。